闭上双眼那一刻，他苍老浑浊的眼睛里流出悔恨的泪水。他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婆跟孩子。貌美如花的老婆，要不是被自己设计，怎么可能在18岁时就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自己？他设计让媳妇掉进了水库里，然后潜下去救了她。所有人都看到了他衣衫不整被他救了的样子。为了名声，他被迫嫁给他的媳妇。自打从进了自家的家，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在生下女儿的第4个月，他无法忍受被自己酒醉拳打脚踢，加之饥饿导致无法产出奶水，孩子因此饿得日日啼哭不止。最终在绝望之中，他怀抱孩子，选择了跳水库自尽。家里的大哥、二哥还有3姐，因为自己逼死妻子，都跟自己断绝了来往。村里的人避自己如蛇蝎，在埋葬妻女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小山村，来到市里一点点累积，再赶上经济大改革的潮流，一步步发家致富。中年间已做到了上市公司的老总，富甲一方。即便是腰缠万贯，但却终身未再娶妻。不是他不娶，而是自从妻子死的那天开始，他就不行了。吃了很多药，看了很多医生，科学的、不科学的方法都试了，但都不行。直到高文癌病死，病床前守着的也只有助理以及自己的私人律师赵振国。觉得这就是报应，他临死的时候紧紧地攥着老婆的平安符，那是老婆留给自己唯一的遗物了。再次睁开眼，脑袋阵阵作疼，盯着上方黑不拉几、破旧不堪的屋顶，愣了许久。自己不是死在了医院吗？这怎么那么像自己以前的老房子？带着疑惑，撑着身体坐了起来，映入眼帘就是卷缩在床尾，一丝不挂宋婉清。她鹅白漂亮的小脸带着灰败，眼睛里透着死寂，原本白皙无瑕的身上带着纵横交错的青紫。赵振国顿时眼眶红了，揉了揉眼睛，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禁不住脱口而出喊道：“媳妇！”扑身想要抱她时，见她瞬间激烈的叫嚷了起来，手脚扑腾的厉害，“滚啊，别碰我！”声音中透着凄厉。看到她这样，赵振国停下了动作，看着她浑身颤抖不止的样子，脑子迅速的运转着，终于想起来了，老婆这是拿着从娘家借来的钱，准备给孩子买米糊糊，却被堵到输急眼的自己知道后，抢来拿去买酒喝，更是喝醉回家后，在床上粗暴的折磨了她，还动手打了她，各种脏话都用在了她身上。想到如此，暗骂自己是畜生，扬手狠狠地抽了自己10几个大嘴巴子。黑俊的脸颊很快红肿了起来，血顺着嘴角往下流。宋婉清眼角挂着泪痕，静静看着他的举动，忍不住讽刺一笑。已经记不起来他这是第多少回了，酒醒后回回都会下跪，痛哭流涕，保证自己会改，耳光也没少朝自己脸上招呼，可从来没见他改过。他可以屈辱地忍受他在床上折磨自己、谩骂自己，但却忍受不了玩饿的没东西吃，饿得天天哭闹不止。可是他没奶水啊！哇哇嗷一声啼哭，引得宋婉清漂亮的凤眸中有了一丝生机。她慌乱地披上衣服，简单地遮住了身体，下床抱起破旧小床上的女儿，吸不出奶水的小家伙又嗷嗷大哭了起来。坐在床上的赵振国看着自己老婆跟孩子如此鲜活，还是觉得不真实。孩子再次放声啼哭，赵振国再也不敢就这么干瞪眼的看着了，立即迈腿下了滋哇乱叫的床，捡起地上的衣服胡乱的穿在身上，哄着默默掉眼泪的老婆：“亲亲，你等着，我这就去给咱妞弄点米糊糊。”说着弯腰撩开布帘，走出破旧的卧室，迈着大长腿，健步如飞的去往村头唯一的一家小卖铺，重活一世，感叹年轻的身体就是好，走路虎虎生风，也不会感觉身体各个关节难受不适。小卖部的老黄头看到来人后，一脸褶子的脸上露出笑容道：“又买酒，这次要啥酒？”上辈子身为大老板的赵振国，身价早过了几十亿，别说买米糊了，一句话能买一个奶粉厂。可此刻的他囊中羞涩，连给孩子买米糊糊的几块钱都拿不出来，只能羞愧的开口赊账：“二叔，我想赊账给孩子买点米糊糊，钱明天就给你。”老黄头听他又要赊账，焦黄浑浊的眼睛睁大了，盯着他脸上红肿的巴掌印，估计是在家酒后犯浑自己抽的。这小子空有一副好皮囊，10里8乡都找不出他这样硬朗结实的后生。想到他家里那对可怜的母女，什么话也没说，从货架上给他拿了袋米糊糊，还没走进土堆垒砌来的院子，就听到屋内传来孩子猫叫似的哭声，透着有气无力，快步走了进去。来到屋内，见到自己老婆，双腿间青痕交错，心再次忍不住一阵绞痛，哑着嗓音说：“那个米糊糊买回来了。”听到他话，宋婉清瞧见他手里果然拿着一袋米糊糊，顿时警惕了起来，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苍白的小脸带着惊恐：“我警告你赵振国，不准卖我女儿，否则我跟你同归于尽，我诅咒你赵家断子绝孙。”声音中透着绝望的歇斯底里。赵振国僵愣在原地，依稀似乎记得是有这么一回事，想把女儿卖给镇里一家40好几不会生的夫妇，好换钱买酒喝，把手里的米糊糊放在小床上，带着一丝哽咽道：“之前是我混蛋，但你相信我，我不会卖咱妞的，明天我就出门去镇上找活干。”说完转身撩开黑乎乎的布帘子走了出去。如果没记错，上辈子老婆就是在这个月末带着女儿绝望的跳了水库，身上还绑了几块石头，拒绝了任何生还的可能。想到这里他浑身发麻，但来不及悲悯，眼看天都要黑了，家里已经没什么可吃的了，于是他再次匆匆出了门，朝着后山的方向走去，途中还顺了个网兜，还有一条裤衩子，引起一阵犬吠。经过20分钟的脚步路程，他到了后山的山脚下，他抽出顺来的裤衩子上的松紧带，捡了根树杈子，
做了个弹弓，啪的一声，扑棱棱的一只斑鸠扇动翅膀飞起来，打了个寂寞。上辈子他发达之后就爱上了射击这项运动，也玩过一段时间的弹弓，打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感觉，蹲在草地里想半天，总算是拿网兜照了只山鸡，又用弹弓打了几只斑鸠。斑鸠很小，4、5只加起来也不过1、2斤，倒是那只山鸡有4、5斤那么肥。一身腱子肉的他毫不费力地把这些东西拿藤条绑起来，挂在树枝上，准备挑着回家，却突然发现背后一倾，东西不见了，顿时吓出一身绿毛汗，这是碰见鬼了还是？随即他看见胸口媳妇的平安符有隐隐的光闪，那是媳妇一直贴身带着的东西，不是玉石也不是塑料，直到他跳河自杀才摘下来扔在了水库边上。等赵振国仔细看，护身符又不见了，他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怎料进入了一个空间，这是一个27立方米的小空间，如果只看面积的话，还没有他的病房大呢。反复几次后明白了，捏着护身符就能进去，脑子里想出去就能出去了，这可真是令他欣喜若狂。这便是所谓的空间吧，但也能装很多东西了，而且这是可以升级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己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个憋屈样子？回去的时候还把网兜还了回去，附赠了几把小蘑菇。自家破旧的窗户内映出豆大点的亮光，看到那么点的亮光，心里升起前所未有的满足。上辈子再多金钱也没给自己带来过的这种满足归宿感。万家灯火只有这一盏，与自己有关。拎着东西直接进了厨房，趁着天还没完全黑下来前，拿着刀熟练的把斑鸠宰杀后，点火起了灶，烟火袅袅，厨房内传出斑鸠香味。在天完全黑下来后，赵振国端着一大海碗的斑鸠汤进了堂屋。青青，吃饭了，斑鸠汤给你下奶。好一会儿，宋婉清才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桌上海碗里的斑鸠汤以及满满的斑鸠肉时，并未立即上前，只是站在原地，带着恨意警惕地盯着赵振国。赵振国看着自己老婆穿着一身带着补丁、破旧不合身的衣服，心里又是一阵难受。在这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她相貌可谓是极好的，皮肤更是嫩到能掐出水来，宛如一颗珍贵的明珠，落入凡尘。天生丽质，身材也好，可自己就是个混球，设计人家，把人家搞到手又不珍惜，非打即骂。上辈子清心寡欲了几10年，想到老婆的身材，就一股燥热涌入小腹。眼下见她满是警惕，虽然很想跟她坐下来一起吃，但很清楚自己在她肯定不会吃的。你吃吧，厨房还有很多，我去厨房吃，不够你再添。说着转身走了出去。宋婉清僵硬着身体，看着还冒着热气，内装着满满一海碗的斑鸠肉汤，有种不真实感。自己这是在做梦吧？还是说这是断头饭？见他光着膀子赤脚，脚上更是还带着泥，蹲在窗户下，借着屋内微弱的光，捧着海碗吸溜吸溜埋头在喝。厨房门口上还挂着一只大野鸡，这是上山打野货去了。可他怎么打的？没听过他家做过猎户啊，他天天瞎胡混，还会震。看到这才掉头回了堂屋，端起碗吃了起来。很久没吃肉了，他不小心吃撑了，打了个饱嗝。等吃完饭后，赵振国又在自己老婆警惕的目光下，主动包揽了碗筷清洗工作。弄完这些后，想到白天自己干的混蛋事，又打了满满一盆热水送进去。青青，这个给你擦擦身子。放下盆子，片刻不停的又走了出来，坐在门口。过了好一会儿，听着屋内传来细微的哗哗水声，抬头望着天上的星空，思索着明天得找个挣钱的门路，尽快改善一下家里的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入秋，这里的冬天快零下20度。新婚的时候打的5斤新被子，被自己掏了一半棉花出去换酒喝了。自己一个大男人，勉勉强强抗得住冻，老婆还有小棉袄可不耐冻。听到里面没有水声后，赵振国才起身迈步走进去。见他突然进来，吓得来不及穿好衣服的宋婉清侧身连连往后躲，一副惊弓之鸟的样子。你别过来！老婆的一举动引得赵振国暗骂自己之前太畜生了，清楚他的心结一时半会也解不了。往后的日子尽量用最好的来弥补他所受到的伤害。他尽量用着自己觉得最温和的语气提醒着媳妇，我只是进来端水出去倒了，我保证啥也不干，你别躲了，当心摔着。说着弯腰端起地上的水盆往外走去。宋婉清也不理他，见他一出去，以最快的速度穿好了衣服。外面的赵振国用老婆擦身子剩下的热水，简单的站在院子内，借着月色冲洗了一下自己出了一身汗的身体。洗完后又穿回那件破衣服，并没有再立即回屋，在门口坐了下来，回想着上一世的经历。有1年的时间里，几个外地人时不时想进山，他一听光带路啥也不干就有钱拿，屁颠的帮人在山里带路。那些人在深山里频频挖到东西，当时的自己压根不知道那些东西能干嘛，全当这几个城里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无知到可怕，这一世那些人还没出现，正好自己可以去挖来售卖。想到这瞬间来了精神，准备了一些不算专业的工具，站在卧室的窗户前，用着他能听到的音量说道：青青，你拴好门，我出去一趟。说起来也是运气好，将下山时一脚踩空滚下去，居然发现了一个果子狸窝，掏出了几只还没睁眼的小果子狸。回来时已经是凌晨4、5点了，他利索地抹了果子狸的脖子，扒了皮铺上草，喝了口凉水解渴充饥。片刻趁着夜色又出了门，等他挑着箩筐走了60里山路来到镇上，天已经大亮。镇上逢干日子的集市上人来人往，他找了个人多的地方，给旁边摆摊的大爷说了2句好话，蹭在边上蹲下，把果子狸肉、果子狸皮从箩筐里取出来，分开售卖。哟，小伙子，山货不错呀！老头把咂着嘴说。赵振国原以为会无人问津，都想好了，如果卖不完，就拿回去一锅炖了，给大哥、二哥、三姐家分开送一些。刚摆好东西没多久，就有人上来询问果子狸肉的价格。老头和老太太见他一个大小伙，晒得黑黢黢的，裤腿上还带着斑斑泥点子，一看就是山里来的，加上价格实惠，果子狸也够大够肥，也
也没还价，一口气要了2只。这年代吃肉还要凭票，就这种山货可以买了回去给小孙子打打牙祭。临走，老太太还揪着老头衣服，示意他顺带包下了所有果子狸皮，说是给家里的小孙子做手套而暖用。不到2小时的时间，赵振国的果子狸已经全部卖了出去，他收摊走人，临走还给大爷1毛钱，把大爷乐得直露牙花子。他拿着卖果子狸得来的12块钱，带着昨天挖的大货，去到镇上最大一间老字号药房。他拿出东西那一刻，顶着厚重玻璃片的老头眼睛都看直了，小心翼翼地接过大货，迎着太阳仔细地端详一番，断了2根须，收起眼底的喜欢，带着老谋深算的笑容，伸出手开了个价格。小兄弟，这个价。赵振国看到他开的价格，眉头不可察觉地微微一皱，跟自己心里价位相差太远。这人把自己当山里的乡巴佬坑。别看这老头现在躲在这小镇上开药铺，以后可不是一般人。上辈子放开了，没那么抵制中医后，大家才知道他祖上是御医，本人也是一方有名的大国手。赵振国看他不实诚，伸手就准备收回自己的东西。老头年纪大，反应倒是很快，伸手按住他手，摸着山羊胡子安抚道：“小兄弟，别着急，价钱不满意，咱可以再商量商量吗？年轻人脾气，不要那么急嘛。”说话间，观察着赵振国的神色，瞧着他年纪轻轻但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透着本不该这个年纪应有的睿智。沉稳和精明瞅着不像是山里没见过世面的后生仔，只能心一狠，一咬牙，开了个令他肉疼的价格。此等好东西，可遇不可求。他干了一辈子药铺，也没见过几个品相如此好的东西。小老弟，6张大团结，不能再高了。赵振国知道这个大货虽然被自己挖断了，但也远不止这个价。可谁让自己着急用钱，只能贱卖了。毕竟不能把媳妇和娃饿成营养不良了。思及此，赵振国决定卖了。这笔钱也算是巨款了。他拿到钱并没着急回家，在投机倒把的人那里买了些面票、邮票、肉票，时下还没放开，票比钱金贵。然后换完了肉油面，又跑了3家供销社，这才买到这个年代还十分稀罕昂贵的奶粉，还添置了些孩子的衣物。临回去的时候，想到了老婆昨天身上那套不合身，还打着补丁的旧衣服，走进镇上唯一一家小型国营商场，在中年售货员目光上下打量中，一眼就挑选了一件当下最流行的格子面料的外套和一件裤子。老婆皮肤白皙，长得水灵俊俏，这个穿在身上绝对时髦好看。然而中年售货员并没有立即取下他挑中的衣服，态度不是很好的先报了价格：“同志，这一套加起来11块8毛。”赵振国似乎看不到他瞧不起的目光，兜里掏出买东西剩下的零钱递给了他，点好钱的柜员把衣服用油纸给他包好：“同志拿好。”赵振国将买好的东西放在箩筐里，零零散散又添置了一堆家用品。想到家里那床破旧的被子，又买了条新棉花弹的被子。他本想趁机会买2条的，可想到媳妇对自己的厌烦冷淡态度，怕多一床被子就要跟自己分被窝了。之后又买了些零嘴，直到箩筐放不下，才挑着2个满满当当的箩筐徒步几十里地往家赶。到了没人的地方，一挥手，连箩筐都扔进了空间里。回去的路上，他拐了个弯，去找了个70多岁的老猎户，给了人家一堆吃的，把老猎户金贵到不行的猎枪给换走了。这年代吃肉要票，要实现吃肉自由，还是需要自己动手。快到家时，看到背着孩子在地里给大哥家帮忙干活的老婆，在阳光照耀下，白嫩的脸蛋晒得红彤彤的，即便穿着破旧不合身的衣服，也难掩她玲珑曲线的身姿，完全看不出像是生过孩子的。正在地里埋头苦干的赵振兴放下锄头喝水时，抬眼就看到自己那不争气的弟弟走了过来，顿时就火冒三丈：“你又死哪儿鬼混到现在，让你婆娘自己下地干活，你个瘪犊子玩意儿！”看着眼前的大哥，赵振国眼眶微热，鼻头一酸，差点没绷住。“哥，我去镇上干活了，顺带买了点肉还有面回来，我先回去做饭，晚上你带嫂子跟孩子来家里吃饭。”听到他说去干活去了，大哥用着怀疑的目光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瞧着裤腿子上的泥点子，又看了看箩筐里不知道装的什么，满当当的，确定不是出去赌了，脸色这才稍微有了缓和。自己这个弟弟人模狗样的，就是不干人事儿，白瞎了他那张脸。赵振兴轻叹了口气，没直接服了弟弟面子，委婉说：“嫩嫂子中午才蒸了一锅玉米面馒头，待会儿让嫩媳妇拿回去几个，我们就不过去吃了。往后好好对弟妹，别再犯浑了。”他老丈人宋涛要不是犯了事，也不至于从城里躲到乡下，连带着2个孩子都跟着遭了大罪。结果弟弟这个混不吝，救了人家女儿，肤白貌美的高中生宋婉清。可问题是衣冠不整的样子被全村人都看到，为了宋婉清的名声和清白，只能嫁给自家的懒汉兄弟。可宋家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于是提出让自家小妹嫁到宋家，2家亲上加亲，背着劳改犯的头衔。宋家儿子婚事一拖再拖，不好说媳妇，没人愿意嫁给他们家。赵振兴开始是不愿意的，耐不住自家兄弟一直磨他，最终同意了。赵振兴可是听自家兄弟喝醉了吹嘘，说要不是他把宋婉清推进水库里救了他，他怎么可能愿意嫁给自己？自家这弟弟真的是满肚子坏水，这要是走漏了消息，一个流氓罪都跑不了，他倒还洋洋得意起来。赵振国看着大哥审视的目光，知道自己在家人眼里是个什么德行的缺德玩意儿，也没再说什么，点了点头，背着东西回了家，把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屋内，一头扎进厨房，忙碌了起来。要想哄好媳妇，要先哄好她的胃，这可是他2辈子唯一一个女人，不哄着怎么行？等天快黑的时候，宋婉清背着女儿，怀里揣着几个金黄的玉米面馒头回了家，刚走进院子，就闻到厨房的肉香味，肉又是肉。他来到厨房门口，冷眼看着打从昨天酒醒后就跟中了邪似的，让他觉得有些瘆得慌的赵振国，见有肉吃，加上他心情颇好的样子，不确定是不是赌钱赢了。以往他要是赢了块8毛的，也是跟现在一样，高兴的跟吃屁了似的。赌输了呢，就会喝酒，
喝醉了呢，就会在床上狠狠地欺负他打他，把自己当出气包。宋婉清忙了一天，不仅疲惫，现在更是饿得前胸贴后背。解开背上背着的女儿，将熟睡中的娃放在小床上，一扭头看到破旧不堪的桌上放着一罐奶粉，顿时血液涌上了大脑，跑着出了卧室，进了厨房，扬手就给了赵振国一个巴掌。啪的一声，端着刚爆炒好果子狸肉的赵振国被这一巴掌打懵了，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他怎么了，就看到媳妇眼里蓄满了委屈的泪水，转身连忙将手里端着的果子狸肉放在灶台上，想伸手去帮他擦掉眼泪，可手举到半空中，在他后退了2步，厌恶的目光下只能收回，不知所措地问媳妇儿你怎么了？我是哪里做的不好？你跟我说，我改还不成吗？你还在哺乳期，千万别气到自己个儿，我听人家说生气可伤身了。宋婉清红润的朱唇轻颤，带着绝望的委屈质问道：你是不是又跑去我家威胁我妈给你钱了？你怎么那么混账？声音中透着悲哀、愤怒和歇斯底里。赵振国哑然失声了好一会儿，两辈子叠加，几十年前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一时间都有些记不起来了。被媳妇突然提起后，他恍然才渐渐想起自己这个混球之前确实干过拿刀威胁丈母娘给自己钱的事。他立刻明白了他此刻为什么情绪如此激动，连忙开口否认道：我真没有。宋婉清雅压根不信，怒目而视质问他：你没有？你哪来钱买的奶粉？你当我不知道奶粉有多稀罕吗？赵振国连忙开口解释：那是我挣的钱。说着生怕他不信似的，连忙将手伸向裤裆。宋婉清看他这反应，更是生气，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那件事情，上前又给了赵振国一个大嘴巴子，把赵振国打的是苦笑不得。他猜到媳妇是误会了，赶忙说：媳妇，我不是干那事，我是掏东西呢。裤裆里贴身放的5张大团结被他掏了出来，看到被硬塞到手里的那几张带着汗臭味的大团结，宋婉清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站都站不稳的踉跄了下。看着媳妇要摔跤，赵振国伸手要扶，结果却被媳妇狠狠地打掉了。他怎么也不相信赵振国这么一个游手好闲的懒汉，一天能挣这么多钱，这可是一些工薪家庭省吃俭用好几年才能存省下来的积蓄。他这一宿没回来，回来后就多出这么多钱，还撒谎是挣的，自己压根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坏事。在此之前，看透了他本质的自己，从来也没有想过指望他能挣钱顾家，只希望他守住底线，不要犯触碰底线原则的错误。哪怕他次次伸手问自己要钱，拿去喝酒赌，自己也从未像现在如此无力绝望。他要是因偷钱进去了，以后女儿就要背着劳改犯的孩子偷闲，被其他孩子孤立辱骂。自己经历过的这些，不想让自己女儿再经历一次，这可怎么办？自己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不想活了。赵振国见自己媳妇压根不相信自己的话，看着他的眼神越来越没有光，绝望无助的样子，就差给他跪下来了。1米8几的大个子，此刻在自己媳妇面前腰杆都直不起来了，手无所措解释道：我昨天夜里去山上挖了野石斛，又刚好碰见了一个果子狸窝，一早天不亮就去镇上卖钱了，这些都是卖石斛挣的钱，我用了1张买粮油票，现在还剩下这些。没敢说自己是差点坠崖才发现的果子狸窝，不过说了，估计现在的老婆也不会心疼自己。听到他说野石斛，宋婉清的目光才渐渐有了焦距。北人参、南石斛，石斛那东西要用价值很高，是可以卖钱，但野石斛长在悬崖峭壁上，不仅难找，一般人更是不知道怎么挖，更何况还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村里的后山听说有野兽还有野人，平时也就几个有经验的猎人会上山，其他人都是在山脚下打转，也就那几个混不吝不惜命的混混会到处瞎转悠。可惜想起早晨起来确实在水井旁边看到没清洗干净的血渍，还有现在锅里炖的果子狸肉，难道真的是自己误会他了？可他怎么会认识石斛呢？在自己老婆目光审视下，赵振国举起右手发誓，一再保证：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否则我不得好死，天打雷劈，我赵振国断子绝孙。这个事发得很毒。宋婉清看着面前高大的男人，漆黑的瞳孔炯炯有神，目光坦坦荡荡，不像是撒谎。赵振国见自己媳妇眼神没那么凶狠了，情绪也稳定后，才暗暗松了口气，顶着左右对称的巴掌印说：媳妇，你赶紧把钱收好，分开藏着，我去把锅里那些肉给大哥家送去一些，打打牙祭。虽然空间藏钱更安全，但是给老婆交钱，那意味着管家权的移交，这个钱必须要给媳妇。随即他便端起一盘炒好的爆炒果子狸肉，还有炖的鲫鱼豆腐汤端到堂屋桌上放好，接着又回厨房把锅里的肉盛满1碗，端起迈着大步出了院子，朝着大哥家的方向走去。期间还把昨天赊老黄头的米糊钱，还有之前欠的酒钱给结清了，兜里还留了几张毛票，以备不时之需。在他出去后，宋婉清看了看手里那些大团结，紧紧攥好，匆匆回了屋。他拴上门，反复看着那5张大团结。嫁过来2年多的时间里，向来都是赵振国从自己这里各种收刮钱财，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交钱给自己，一次性还这么多。这要是精打细算用，加上自己时不时干些零工挣的钱，近期2、3年生活都不成问题。在破旧的卧室四处看了看，最终将手里的钱拆了5份，分别藏了起来。弄好这些后，听到外面传来稳重的脚步声，知道赵振国送东西回来了，这才从卧室走了出来，打开拴起来的门，也不搭理他。宋婉清刚在洗完手，又去厨房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面缸多了大半缸细白面，油罐子也填满了油，房梁上还挂着一条10几斤重的五花肉，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一菜一汤，飘着诱人的香气，一时间觉得有些恍惚。10几斤肉，谁家吃肉这么吃啊？都是搞个1斤，一点点吃地。他真的改了吗？宋婉清不敢确定，这人所谓的痛改前非能坚持多久，自己不清楚，毕竟狗改不了吃屎，自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赵振国在自己老婆坐下后，往他碗里夹了只山鸡腿，说道：待会儿吃
吃完饭，媳妇你先睡，我明天一早还要上山，趁着冬天还没到来，土地还是松软的时候，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积的那些能挖到石斛的地方全部挖一趟，不然等来年开春自己挖石斛卖钱的事情一经传开，到时候会掀起挖石斛风潮，到那时候再靠挖石斛挣钱就难了。自己要在这段时间到知道有石斛的地方把石斛挖出来，目前这才是来钱最快的办法。等累积一些钱财，等全国大放开的时候，好拿着手上的钱进行下一步的投资。听到他说的，宋婉清先是愣了一下，明白他要做什么后，只是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昨天夜里就算他不知道怎么走了运，挖了一颗石斛卖，但是哪能次次都那么好运？书上说石斛根属于须根系，气生根，附着在石头表面和树干上，又不是遍地都是。宋婉清本想提醒他，如果真想挣钱，可以找份工作，一天虽然只有几毛，但却胜过没收入。可再一想他那性子，只要他不跑出去烂赌喝酒，也就随着他去了。他拿着筷子准备把碗里的山鸡腿夹回去，赵振国见他如此，连忙搬出孩子做借口制止道：媳妇你太瘦了，多吃点，不然孩子都没奶水喝，奶粉再好也抵不上母乳，而且奶粉又贵又不好买。说着，赵振国又把炖的乳白色鲫鱼豆腐汤往他那边推了推，这个叫鲫鱼豆腐汤，喝了馋奶。他的话惹来宋婉清一记怒瞪，握着筷子的手骨节泛白，却也没再拒绝，慢条斯理地啃着山鸡腿。折腾了一天一夜的赵振国这会儿又困又累，总算是解决了家里的生计问题，就着山鸡肉足足啃了4个吃着拉喉咙的玉米面馒头，这才将填饱肚子。他冲着细嚼慢咽的媳妇说：媳妇我先睡了，碗筷你放在那里，明早上我收拾。说着起身撩开帘子，弯腰进了里屋，脱掉身上的衣服，健硕的身上只留了个大裤衩子，倒头就沉睡了过去。等宋婉清洗完碗筷回屋，看到地上的狼藉，弯腰捡起地上他的衣服，拿着走了出去，趁着月色给他把衣服洗了，又回到厨房关上门，在里面简单擦拭了一下身体，穿好衣服，忙完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拴好门，回了卧室，脚上一个没注意踢到箩筐，里面的东西随之滚落了出来。宋婉清看着地上的2包油纸包裹的东西，拾起来拆开，看到一套女人崭新的衣服，是自己的尺码，另外一个小一点的拆开，竟然是3套婴儿穿的小衣服。他的目光落到床上沉睡的男人身上，盯着睡着的人看了好一会儿，这个人他有点看不懂了，默默地收拾好东西。他把嫁过来时一件红色袄子的线拆了下来，团成一坨放在桌上，吹掉洋油灯，摸黑上了床。赵振国这一觉睡的是那叫一个昏天暗地，连带夜里女儿醒来2次，大声哭闹也没把他吵醒，直到清晨才在生物钟的影响下睁开了眼。这会儿看着近在咫尺的老婆，伸手小心翼翼地把人揽入怀中，温热柔软细腻的触感让他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真的回到了20出头的年纪。他还想低头亲一口时，感觉到怀里的肢体瞬间变得僵硬了起来。媳妇的这种反应显然是抗拒自己的触碰，知道自己把人给弄醒了。他压下心中的欲望，翻身下了床，来到外面旱厕，一股刺鼻的味道席卷而来。赵振国禁不住感叹，果然还是年轻的身体好，都多少年了，也没见他如此精神过。心中暗想，这段时间只能先委屈一下他了，等老婆没那么反感自己的时候，再好好补偿一下他。从凉衣绳上取下洗干净的衣服，嗅了嗅上面还带着干净清爽的皂香味，也顾不得衣服还带着潮湿，利索的套在了身上，蹑手蹑脚的再次进了里屋，将箩筐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放在桌上。这时床上的宋婉清从床上坐了起来，冷脸冲着赵振国说道：你要是真的想摆，就找个活干吧，只要肯出力，一天几毛钱，1个月也有10几块了，咱家开销也不大，日子能过得去。听到老婆主动跟自己说话，赵振国欣喜万分的停下手上的动作，知道他想自己脚踏实地做事，可上天给自己一个重活一世的机会，怎么能不好好利用？他可不想媳妇跟着自己吃玉米面馒头，他要带着娘俩吃香的喝辣的，上辈子他吃过的所有美食，他要让媳妇吃个够，吃到撑。但是这些也不能跟他说，自己必须得在全面放开的时候，有一定的启动资金转入另外一个阶层。眼下的1、2年是关键期，上一世的自己在他们母女离开后，宛如丧家犬似的，在外面浑浑噩噩游荡了一些日子，因为遇见了贵人，才有机会在国营饭店大堂做服务生，因为嘴甜会说话，渐渐被提拔做了经理，也正因此自己才有机会接触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大人物。这辈子不会按照上一世的生活规律发展，自己也需要靠着双手尽快储存到第一桶金，所以打猎挖石斛是自己的最快挣钱方式。自己现在可是拥有上辈子的记忆，深知哪些地方有石斛，这无异于开了外挂，这么好的机会自然不能放过。只是怎么跟自己媳妇解释自己坚持上山挖石斛？宋婉清见他迟迟不吭声，知道这人驴脾气上来了，根本说不动，索性拉起被子又躺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就是多嘴说这么一句，没好气道：厨房灶台的锅里还有给你留的玉米面馒头。听到他的话，赵振国剑眉如锋，英俊帅气的脸上扬起掩饰不住的喜色，几步跨到床前，弯腰在媳妇白嫩的脸颊吧唧亲了一口。媳妇，我昨天跟咱大哥说了，媳妇你今天不用过去给他们帮忙了，厨房的猪肉有空就给你娘家送去一半。在男性荷尔蒙气息靠近那一刻，宋婉清紧张害怕的厉害，心脏跟着都提到了嗓子眼，还以为他个不要脸的东西嫌自己多嘴，恼羞成怒又要动手打自己欺负自己。他正满脑子都在懊悔自己干嘛要多
多嘴说那么一句，可当那湿热柔软的两瓣唇轻轻落在脸颊时，他整个人都惊呆了。他压根都没听清楚他在耳边说了些什么，也没注意到他走之前也亲了女儿一下。宋婉清僵硬着身体，一动不敢动。等反应过来后，那人早离开了。昏暗的房间里就剩下自己跟睡在小床上的女儿。虽然时间还早，可他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愣是在床上躺到了天大亮，才不紧不慢的起了床。还没收拾好，就听到外面有人喊门，穿好衣服走了出来。瞧见站在外面的人，开口问道：“二嫂这么早过来有事吗？”刘桂华眼珠子滴溜溜的往厨房内打转，笑得十分是快。老四媳妇儿，我听大嫂说，昨天你家吃肉了，你们家老四是不是赢大钱回来了？赢了多少？竟然舍得买肉吃。说着也不等他回话，忍不住走到厨房门口。刘桂华一探头，就瞧见厨房梁上挂着好大一块肉，足足得10几斤，看得他两个眼珠子都发直。这老四该不会去偷去抢了吧？弄这么大块肉，这得花多少肉票？多少钱？自己家可是有小半年都没见过荤腥味了。孩子闹了几天，家里掌柜的都舍不得动半斤肉票，咽了一口又一口唾沫星子。他盯着肥美的五花肉，哑然了半天，才不舍得收回目光。可又瞟到黑漆漆的墙上，竟然还挂着半只山鸡，顿时不淡定了。他转身掀开面缸盖子，里面竟然有半缸细面，白乎乎的细面，油罐子也都是满当当的油，还有一碗白花花的猪油。这还是分家后穷的揭不开锅，连碗都是裂口的老四家吗？城里的富贵人家过的恐怕也不过如此。看到这些东西，刘桂华羡慕的厉害，扯着大嗓门尖酸刻薄嚷嚷着：“老四家的，你可得看好你家男人，赌博喝酒不会被抓，可要是偷东西抢劫，这些可是要被抓的呀，这可是原则问题。”宋婉清听到他的这番话，脸色也一点点的冷了下来。二嫂，你说这是什么话？刘桂华一扭头，瞧见宋婉清脸色难看，一脸假笑的解释：“弟妹，你知道二嫂我是个直人，不喜欢绕弯子，心直口快，我这不担心老四犯错误吗？”说着时不时瞟向房梁上挂着的肉，吞吞口水。宋婉清虽然没少受赵振国的气，但在外人面前他却不想怯场。瞧着面前的二嫂一副尖酸刻薄，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不明所以就往赵振国头上扣屎盆子的样子，怒上心头。虽然赵振国在家里不是个东西，可他对他大哥二哥却好的没话说，只要有活帮忙绝不回绝。二哥人还好，就是看不惯他媳妇这张嘴脸，忍不住开口就对了回去。他要是犯法，自然有公安逮他，不用二嫂操这闲心。听到他这话，刘桂华还想再说什么，可眼咕噜咕噜转了转，想到了什么似的，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笑得十分殷勤说道：“你也别恼二嫂，我这不也是担心咱家老四吗？我家那口子跟他可是亲兄弟，可不是外人。”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欲言又止，瞧着老四媳妇不打算问，索性陪笑说道：“我家小宝闹着想吃肉，都馋哭了，你看能不能先借5斤肉给我，回头我让你二哥给你们钱。”这2年多的相处下来，宋婉清自然清楚这个二嫂是个什么人物，什么东西进了她家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她刚嫁过来的时候，二嫂张嘴借东西，她觉得是嫂子就借了，可借的1把米1勺油1个鸡蛋，借了就没下文了。等她生下女儿，有个男娃的二嫂更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更是拿鼻孔看她，动不动就是我家小宝，我家小宝，显摆她会生男娃。她这一张口就是5斤肉，别说自己不敢做主借她5斤肉，就算是有当家权也不可能借她，那可是5斤肉，平常人家1年也没有见过5斤肉长啥样，这么大事我做不了主。二嫂，你等老四回来，你们跟他说吧。说着走过去，把厨房门直接拴了起来。刘桂华见他这样，心里十分不舒坦，这婆娘肚子不管用，还敢给自己脸看，皮笑肉不笑的说道：“那行，等老四回来，你记得跟他说，把肉帮我送家里。”转身离开时，刘桂华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他宋婉清得意个什么劲？等老四打牌回来，知道自己来借过肉，还不是得乖乖奉上5斤肉？城里长大的人又怎么样？还不得捏着鼻子嫁给了赵振国，还生个赔钱货？神气什么？这边山上，赵振国凭借着前世的记忆，却还是花费了一番时间才找到那猪野狮虎。他顾不得休息，争分夺秒，小心翼翼地清除掉周围的杂草。有了昨天夜里的实践经验，现在又是大白天，不用打手电筒，视线没有任何受阻，挖起来倒也顺畅多了。即便是如此，等石斛露出大半个根系时，也已经到了下午。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挖得很谨慎，小根须也尽量不挖断。这颗比第一颗卖相上有过而不及，这次一定要卖个好价钱。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更别说箩筐里的玉米面馒头，愣是没碰一口，全神贯注地用骨头签子，小心翼翼地扒拭胡须，生怕再像昨晚不小心再弯断了。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傍晚，天擦黑时，才将根部小心翼翼地完全弄了出来，用事先准备好的布将石斛包起来，迈着大步哼着小调，准备下山回家。转身却撞见了一只梅花鹿，看样子是来啃石斛的。赵振国屏息凝神，枪口对准不远处的梅花鹿，不过一息，枪声在林间炸响，惊得鸟群四散逃离。这年代猎枪管得还不太严，他上次从老猎户手里买的土猎枪，这东西可比弹弓好使多了。一只100-10来斤的梅花鹿，鹿肉可以吃，鹿血可以给媳妇补身体，还有鹿茸和鹿鞭。这次进山真是收获颇丰。赵振国收起枪，开始打扫战场，趁着天色尚早，把东西处理了，做好饭
饭的宋婉清给女儿烫好奶粉，喂她吃饱后，迟迟还不见带人回来，她就知道石斛哪有那么好找的，又不是什么野草，到处都是。趁这机会给她尝尝记性也好，别好高骛远，踏实的找个活干，学个手艺，不愁吃喝，比什么都强。这个时候，赵振国迈着稳重矫健的步伐走进了院子，屋内听到有动静的宋婉清抱着女儿走了出来，瞧见她放下的箩筐，里面装满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杂草，收回视线冲她说道：“洗手吃饭吧。”说完抱着女儿又进了屋。赵振国不是没注意到自家媳妇往筐里瞟的目光，但却没戳破。洗完手进了屋，赵振国瞧见桌上摆着的冒着热气的饭菜，眼眶一热，恨不得回到上辈子抽死自己。这么漂亮又贤惠的媳妇，自己怎么就没好好珍惜呢？哺乳期还家暴她，逼得她没了生路，自己真心畜生啊！他走到桌前坐了下来，大口吞着饭菜。媳妇，待会儿我去村长家一趟，这几天把咱家里的电线扯上。听到他的话，正拍着孩子的宋婉清身体微微一僵，忍不住开口提醒他，通了电那可是以后每月都要交电费的。说完非常小心的看了一眼他的脸色，生怕他怪自己多嘴，恼羞成怒掀桌子，家里可就只剩这一张好桌子了。上次赵振国喝醉了犯浑，直接一锤把实木小方桌砸了个碗口大的洞。其实宋婉清又何尝不想家里通电，特别是夜里起来给女儿喂奶换尿布就方便很多了。洋油灯太暗，土坯房子窗户小，光线差，好几次起夜的宋婉清都差点被坑洼不平的地面给绊倒。可要是真通了电，每月都要交电费，村里通了电的人家，婆娘也是纺纱做针线活，熬到眼花了才舍得拉灯泡绳，主要是心疼电钱。前几天他还喝酒赌博，家里被他败得家徒四壁，一点余粮都没有，连带他回娘家借的给孩子买米糊的钱他都抢走买酒喝了。这样的人自己怎么能相信他？怎么敢相信他？赵振国敏锐地捕捉到说这番话时，媳妇带着小心翼翼，生怕惹恼了自己似的。他放下筷子，转身走到门口，把箩筐提进屋。那里面其实不是宋婉清认为的杂草，而是赵振国顺路挖的其他药材，比如说天麻黄金之类的，虽没有石斛那么值钱，但也是不可多得的中药材。他上辈子没少看中医，久病成医，也认识了很多中药材。接着关上房门，弯腰从箩筐的杂草里掏出一个东西，他捧着东西来到自己媳妇面前，打开布说道：“媳妇，这个是我今天挖的，改天去城里药店卖了，这种品相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宋婉清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巴掌长、约莫1寸粗的野石斛，半天没找回自己的声音。他上山时自己就没抱什么希望，可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又挖到了。他抬起眼帘望着他，带着不确定询问道：“真的是你挖的？”语气中带着质疑。嫁给他之前压根没听说过，他这混子还有这种本事傍身，更不清楚他竟然还懂得这东西有药用价值，能卖钱。赵振国瞧着自己媳妇那惶惶不安的样子，开口解释道：“媳妇，我发誓，我真的没偷没抢，这真的是你男人辛辛苦苦一天时间在山里挖的。”宋婉清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心虚，这才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赵振国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拿起筷子咬了一大口杂粮馒头，含糊不清说：“这个你收好，我明天还要上山。”又听他还要上山，宋婉清看着怀里孩子，有些走神的点了点头。吃着杂粮馒头的赵振国虽然饿得前胸贴后背，但总归过了几十年的富贵生活，眼下觉得这玩意儿吃着拉嗓子眼儿，目光看向自家白嫩的俏媳妇说道：“媳妇，能不能蒸点白面馒头？白面不够吃的话，我再去镇上想办法。”宋婉清听到他要吃白面馒头，感觉肉疼，但转念一想他拿回来的钱，又把拒绝的话咽了回去。想到白天的事情，开口跟他说道：“白天时二嫂过来了，她要借5斤猪肉。”赵振国在听到媳妇说二嫂来过后，下意识抬起目光看向他，注意到他拉着脸，明显是不开心，估计是自己不在家时二嫂给他气受了。上辈子自己不疼他，二嫂也拿捏搓磨他，他读过书，爱面子，斗不过泼妇一般的二嫂受了很多委屈。对于这些之前的自己一直都视而不见，重活一世必然不允许这种事再发生在他身上，往后自己会无条件站在他这边。自己媳妇凭啥受别人的鸟气？赵振国放下筷子，注视着他郑重说道：“媳妇，这个家以后你做主，钱啊东西啊都归你管，这些事你不用问我，你不想借咱就不借。”宋婉清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可看着他一脸认真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他脑子那天喝酒喝傻了，还是喝出良心来了？可这身皮还是赵振国呀。宋婉清不明白，为什么赵振国明明还是那张脸，却像变了个人。他犹豫片刻，低声说：“我不想借，二嫂借了东西从不还，她借了咱家好多东西了。”赵振国笑了，轻轻刮了下他的鼻子，宠溺道：“不想借就不借，明天你列个单子，我去要回来，咱不受他的气。”他的笑容让宋婉清愣住了，嫁过来这么久，他从未这样对他笑过。他心里一紧，怕这温柔只是昙花一现，抱起女儿进了里屋。赵振国目送他离开，迅速吃完饭，收拾碗筷后割了半斤肉，摸黑出门。村长王栓柱见他带着礼物来，笑着迎进门：“振国，这么晚有事？”赵振国递上肉，坐下说：“栓柱叔，我想给家里装电灯，您帮忙安排一下。”王栓柱看着肥美的五花肉，眯眼笑道：“成，明天就给你办。”赵振国道谢后离开。回到家，他走进厨房，看见宋婉清在月光下啃他吃剩的肉骨头，这一幕刺痛了他的心，拳头攥得咯吱响，声音嘶哑：“你在干什么？”宋婉清吓得骨头掉在地上，颤抖着解释：“别打我，我没偷吃，只是觉得丢了可惜。”赵振国如遭雷击，想起自己从未关心他是否吃饭，他僵硬地走进厨房，跪在他面前，紧紧抱住他的腰，哽咽道：“媳妇，之前是我混蛋，我不该那样对你，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你别委屈自己了。”
宋婉清愣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她压抑已久的委屈终于爆发，拳头砸在他背上，哭喊道：“赵振国，你个混蛋！你欺负我就算了，还想卖我们的女儿换酒钱，那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他的拳头虽轻，却像刀一样剜在赵振国心上。发泄完后，赵振国松开他，捧起他的脸，吻去他的泪，柔声道：“媳妇，你去堂屋等着，我做饭给你吃。”宋婉清脸颊泛红，羞怯地跑出厨房。赵振国很快炒好一盘肉片，端进屋里，撩开帘子时，他看见宋婉清雪白的背。此时刘桂华等不到老四家送猪肉，不顾丈夫阻拦，摸黑穿过半个村子来到赵振国家。她走进院子，见堂屋和里屋都亮着灯，门虚掩着。刘桂华习惯性地推门而入，刚到堂屋，便听到里屋传来异样的声音。作为过来人，他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本想离开，却被那声音吸引，鬼使神差地走到里屋门口。他侧身撩开布帘，看到宋婉清正咬着赵振国的臂膀，两人如胶似漆。刘桂华愣住了，脚像生了根似的。他曾嘲笑宋婉清跟着赵振国受苦，如今才发觉自己可笑。宋婉清有个能干的男人，而她自己的丈夫却无能，衣衫不整，身上已满是伤痕。邻居被吵醒，孩子也被吓得大哭。打累了的赵振中撂下狠话：“以后再敢去老四家，我打断你的腿！”他拽着他的头发拖进屋，不顾孩子的目光，狠狠骂道：“让你发骚，弄死你个贱货！”4岁的儿子见父亲平手，带着泪痕爬回床上睡了。刘桂华蹲在院子里，委屈地哭道：“我怎么这么命苦？”赵振中躲在黑暗中抽着烟袋，心里满是屈辱。他不愿承认自己无能，甚至儿子都是借种得来的。那晚的情景像根刺，深深扎在他心里。次日，宋婉清在赵振国的臂弯中醒来，脸颊泛红。赵振国翻身压住他，宋婉清娇羞地推开他：“别闹了。”他侧头看到小床上的孩子，突然脸色煞白，起来赶紧看看孩子。以往夜里女儿总会哭闹，昨晚却安静地出奇。宋婉清心中不安，声音颤抖。赵振国立刻起身，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他面前，见女儿安然无恙，宋婉清松了口气，眼眶却红了。他暗骂自己昨晚太疏忽，万一孩子出事，他该怎么办？赵振国见他情绪起伏，俯身亲了亲他的脸颊，柔声道：“你再陪妞妞躺会儿，我去做早饭。”说完，他套上裤衩，走出房间。宋婉清检查女儿的尿布，发现虽不规整，却是干净的。原来昨晚是赵振国起来照顾孩子，他心里一阵复杂，想起他以前对女儿的冷漠，如今却像变了个人。他不禁怀疑，他真的变了吗？还能相信他吗？赵振国在厨房忙碌，很快做好了豆腐小青菜、玉米面糊糊和杂粮馒头。吃饭时，赵振国让宋婉清先吃，笨拙地从宋婉清怀里接过孩子，全身紧绷，生怕弄疼她。宋婉清忍不住笑了，手把手教他抱孩子的姿势，放松点，这是你亲闺女，她不会咬你。赵振国全神贯注地看着女儿，见她挥着小手笑，终于放下心来低头逗她玩。宋婉清看着这一幕，唇角含笑，转身去洗漱。这时村长王栓柱带着电工来了，见赵振国光着膀子抱孩子，臂上还有牙印，意味深长地笑了。振国还没吃完呢，他瞥见桌上的小炒肉，馋得直咽口水。赵振国怕宋婉清不自在，带村长和电工到院外闲聊。他从裤衩口袋摸出一包大前门，分给他们。村长嗅了嗅烟，夹在耳朵上，笑道：“你小子有出息了，这烟可不便宜。”电工憨厚一笑，扛着梯子去屋后接线。不一会儿，电工拉好了电线，家里通了电。送走他们后，赵振国回屋，一件衣服迎面飞来。宋婉清嗔道：“赶紧穿上，光着膀子像什么样子？”他套上衣服，却没注意到后背的抓痕已被村长和电工看见。两人相视一笑，感叹他身体好，耐冻。赵振国光着膀子在屋里晃荡，宋婉清羞得恨不得躲起来，却又不知如何提醒他。穿好衣服后，赵振国本想上山，但看到媳妇背对着自己收拾床铺，乌黑的秀发挽在脑后，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隐约可见吻痕。他心痒难耐，几步上前从身后搂住她，发现她脸颊通红。媳妇，你脸怎么红了？他低声问，热气喷在他耳畔。宋婉清身子一软，扭动着拨开他的手，别闹，大白天的。赵振国不以为然，厚着脸皮逗他，我亲自己媳妇怎么了？又不犯法。宋婉清羞得脸红，催促他放下自己。赵振国见他急了，只好作罢，叮嘱他给丈母娘送点肉，便出门上山。宋婉清缓了好一会儿，才开始拆洗床褥。他把孩子的小床搬到院子里，正准备洗床单时，宋母挎着篮子来了。宋婉清连忙起身，妈，你咋来了？宋母放下篮子，打量着他破旧的衣服，眼眶一酸，抱起外孙女说道：“家里忙完了，过来看看你。”他环顾破旧的土坯房，心里满是懊悔，当初不该同意这门亲事。宋母下定决心说道：“青青，妈想过了，要是你真过不下去，就离了吧，你还年轻，不能毁在他手里一辈子。”宋婉清愣了一下，低头不语。他想起赵振国抢钱买酒的那天，绝望的想抱着女儿跳水库，但最近他似乎变了，不再喝酒赌钱，还给孩子买了新衣服。宋母见女儿犹豫，以为她担心孩子，便说：“你要是想带孩子，妈可以帮衬你，就是在嫁人，带个孩子不好嫁。”宋婉清坚决地摇头：“妈，我现在没想离婚。”她好像真的在改。宋母见她眼里有了光，心里稍安，但没提赵振国欠债的事，怕他再闹。赵振国在山上盘算着盖房子的钱，想着近2年还得住在村里，得先把住宿条件改善一下。他压根不知道丈母娘正劝宋婉清离婚。中午，宋母
执意要走。宋婉清切了一大块肉追上去，妈，这个你拿回去。宋母推辞，你们留着吃，家里不缺。最终宋母没要肉，挎着篮子离开了。宋婉清站在门口望着母亲的背影，直到看不见才回屋。隔壁的张桂兰趴在墙头啃着生萝卜八卦，你二嫂昨晚被你二哥收拾了，哭的几家都听见了。宋婉清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张桂兰压低声音，外面都在转，你二哥家的大宝不是你二哥的主，是你大哥的。宋婉清震惊不已，不敢相信大哥会做出这种事。晚上赵振国回来的很晚，家里亮着灯，他感叹电灯比油灯好多了。宋婉清端出热好的饭菜，随口问今天怎么这么晚。赵振国关上门，从筐里小心地拿出一样东西，挖石壶时碰到的意外收获。他没说自己摔了一跤才找到这宝贝。宋婉清看着桌上黑棕色的块状物，不确定地问这是何首乌。赵振国没想到宋婉清竟认得何首乌，这玩意儿在农村还没多少人知道它的价值，否则山上早被搜刮空了。石斛和何首乌还能值钱10几年，等种植业发达后，人工种植的会越来越多，但野生的依然稀缺珍贵。他咧嘴一笑，将宋婉清揽入怀中，亲了亲她的脸蛋。对，就是何首乌，明天带你和孩子去城里卖货，顺便逛逛。宋婉清一听要带孩子出门，身体一僵，想起他曾想卖孩子的事，心里阴影未散。他挣脱他的怀抱，警惕地拒绝，孩子还小，我们就不去了，你先吃饭吧。赵振国察觉到他的异样，本想带他散心，顺便买些冬衣，但见他如此防备，知道自己的过去让他难以放下心结。他脱下脏衬衫，穿着背心去洗脸，回来后发现桌上的炒鸡蛋和生肉，问道哪来的鸡蛋。宋婉清低头盛汤，我妈早上送来的。他没提母亲劝离婚的事。赵振国想起之前向丈母娘要钱喝酒，心里一阵羞愧，暗想明天卖了货就把钱还上。他拉过宋婉清坐下，快吃饭，自己拿起玉米面馒头大口吃起来。宋婉清则小口咬着杂面馒头，偷偷打量他，心里盼着他能一直这样好下去。正吃饭时，门外传来喊声，四哥出来喝酒玩牌呀。宋婉清脸色瞬间煞白，紧紧盯着赵振国。他放下筷子，将他搂进怀里，媳妇怎么了。宋婉清抓着他的背心，颤声问，你又要去喝酒赌钱。赵振国明白他的恐惧，亲吻他的发顶，我不去，以后都不跟他们玩了。他安抚他坐下，二六子不怕死地继续调侃，四哥是不是被嫂子缠得下不来床了，让我们也试试。话未说完，赵振国一脚踹在他胸口，将他踹倒在地。赵振国跨步上前，一脚踩在二六子两腿间，弯下腰，漆黑的眸子透着狠厉，下次再敢满嘴喷粪，老子把你上下2张嘴都缝上，第3条腿也打折。说着加重了脚上的力道，二六子疼得直叫，四哥我错了，再也不胡说八道了。其他2人吓得不敢上前。赵振国的戾气在夜色下显得格外骇人，他们从小怕他，因为他打架不要命，但这次他的怒火更让人脊背发凉。赵振国不想让宋婉清看到自己暴力的一面，收回脚冷冷道滚。2人赶紧架起二六子离开。赵振国插上门栓，回到屋里。宋婉清坐立不安，见他回来，眼里瞬间有了光彩。赵振国从身后抱住他，亲了亲他的脸颊。怎么了？不认识你男人了？他把筷子递给他，自己继续啃玉米面馒头。宋婉清迟疑地问，你真的不跟他们鬼混了？赵振国咽下馒头笑道，报告媳妇大人，以后都不玩了，赶紧吃，晚上还有体力活。宋婉清没听清后半句，松了口气，开始细嚼慢咽。他偷偷打量他，发现他吃相优雅，配上出众的长相，竟有些赏心悦目。当初嫁给他，除了救命之恩，也因他外表出众。婚后他的行为磨灭了他的好感，但最近的变化让他重新燃起希望。赵振国夹了块鸡蛋给他，调侃道，媳妇快点吃，待会儿床上让你看个够。宋婉清脸一红，低头吃饭。他握住他的手，发现他手骨节通红，决定明天卖了货后买台洗衣机。饭后，赵振国带宋婉清出门散步，绕到牛棚后，宋婉清不解，但没多问。他们看到一对老夫妻，女人病恹恹的煮粥，男人递给他半张饼，谎称自己吃过了。女人心疼他，想把饼给他，男人却坚持让他吃。宋婉清看得心里不是滋味，回去时问赵振国那对老人的情况。赵振国沉默片刻，没多说。他知道那男人未来会成为商界大佬，但此时正因妻子的病痛煎熬，他决定让宋婉清暗中帮助他们，既积德也为未来铺路。赵振国心想，这辈子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无愧于心。赵振国烧完水后，把热水端进屋里，接着抢过宋婉清手里的碗筷，你先去擦擦，剩下的我来。说完，他端着碗筷去了厨房。宋婉清看着热气腾腾的水，心里有些不真实感，以往都是他伺候他，现在却反过来。赵振国洗完碗筷，关灯进屋，拴好门，撩开帘子进了里屋。映入眼帘的是宋婉清明白如玉的身子，他的目光瞬间被吸引，喉结滚动，呼吸变得急促。他利索地脱下背心，几步走到他面前，将他揽入怀中。宋婉清跌进他结实的胸膛，脸颊微红，不知所措地任他搂着。媳妇，不要离开我，我会对你好的。宋婉清心里泛起一丝异样，却来不及细想，只能任由他紧紧抱着，感受他的炽热与深情。翌日清晨，天不亮，赵振国就醒了，蹑手蹑脚抽回枕在媳妇身下的手臂，下了床，这才穿上洗得干净的破旧衣服，撩开帘子出了里屋，打开门栓，来到院子的旱厕放了水。上辈子过了几十年的锦衣玉食，实在受不了旱厕的味道，熏得他头晕眼花，决定今天外出回来要改造一下这个旱厕。随便刷了个牙，用冷水洗了把脸，进了厨房，生火做了个简单的早饭，稠米汤配咸萝卜干。弄好一切后，天才灰蒙蒙的，怕耽误事，蹑手蹑脚把东西收拾好，看着床上还在睡的一大一小，走上前透过昏暗的视线，在2人脸上来回亲了一口，拿着东西，嘴里叼着一个粗粮馒头，
从外面关上门，就出了家门。今天有急，虽然时间还早，可路上行人已经多了起来。在这个年代，农村谁家有个28大杠自行车，算是条件非常硬的了。所以大部分人出门都是靠双腿走的，离得近的就挑个扁担，挂上箩筐，需要拉货的话就是架子车、人工拉车。他手长脚长，年轻力壮，走起路来也快，本就打算尽快办完事，还要置办些东西，所以片刻不敢耽误，以最快的速度到了镇上，坐上了最早一班去县城里的车。那时候交通工具不方便，很多人一辈子也没出过镇子。望着沿途的风景，他思索着近2年能以最快速度赚到的钱，确保2年后自己能有足够的启动资金。不知不觉中，在车子摇摇晃晃的路途中，已经抵达到了县城。此刻的县城已经有机动3轮车，以及现在还非常稀有的4轮小汽车。凭借着上辈子记忆，很快来到一家规模较大的中药铺子。国字脸的中年男人在看到赵振国拿出来的东西后，审视了他一番后，端起石斛细细检查了起来，发现手上这是朱老野石斛，非常漂亮，每根须都保留得十分完美，多少有些惊讶错愕，不确定他这新鲜的大货哪来的，小心地将东西放在柜台。负责人试探地询问赵振国想要个什么价，他想看看面前这位身材修长挺拔的年轻人对这个野石斛价值了解多少。赵振国听负责人让自己开价，也没跟他客气，直接报了价，知道他不会给，肯定会跟自己讨价还价一番。果然，药房负责人听到他要的价格后，心里也有了底，知道糊弄不过去了，瞄了一眼他的箩筐，把人请去后院。经过快1个小时的唇枪舌战，得亏有空间的存在，东西扔进去也不用炮制，要不然这几天下来，路边怕是都臭了。所以一口气拿下了赵振国的5个大货，自然也有充足的现款给付给他。这在一般小药房一下绝对拿不出这么大笔钱，想必这小伙子也清楚，所以他一开始只拿了1株石斛出来，自己这也是刚好准备要进新药材，才准备了这么大笔钱。没想到今天用在购买的5件大货上，不过这样也好，希望以后他有货直接来自己店里售卖。赵振国对于今天的价格也还算是满意，揣好30张大团结，离开了药房。有了钱后的他去了国营商场，他想买台洗衣机，一问售货员傻眼了，他拍了下脑门，果然是自己记忆混乱了。虽然现在有洗衣机，但那都是用于宾馆、洗衣店，并没有进入家庭。国产的第1台洗衣机是1978年，现在还没生产出来呢。倒是意外弄来1张冰箱的票，想也没想就买了冰箱的票，又购置了一些油、肉、面票。投机倒把的人见碰到了一个大顾客，对他十分殷勤，得知他今天就要买个冰箱的大件，就帮忙叫了个有拖拉机的熟人，以5块钱的价格帮他拉到村里，送到家门口。赵振国想也没想就点头同意了，在国营商场给媳妇购置了10新的大红毛衣、裤子、皮鞋，又给孩子添置了几套崭新的小衣服、棉袜，还购置了几床新棉被，把能想到的都购置了，足足装了小半车。把拖拉机的师傅看傻了眼，不敢相信穿着破旧衣服的小伙子这么有钱，一口气买下这么些东西，这得花多少钱啊？本来还担心他掏不出5块钱，还思索着要他先给钱，现在看来自己白担心了。等赵振国添置完所有东西，已经是下午了。他坐在拖拉机上，路不平稳，车一直颠簸，他得一直扶着冰箱。此刻在家里的宋婉清从早上醒来，发现孩子睡在自己身边。赵振国早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昨天夜里他被折腾累睡着后，夜里听到女儿的哭声，想起身时却被身边的大手按住。赵振国不让他起来，他利索地下了床，几步走到女儿的小床前，粗手粗脚地检查孩子的尿布，笨拙中带着小心翼翼，直到孩子的哭声制住后，宋婉清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又昏昏沉沉睡着了过去，以至于早晨天已经大亮，他才拖着酸痛的身子起了床，发现那人离开时已经做好了饭菜。宋婉清看着桌上金黄的鸡蛋，还有煎的肉块，要说内心一点没被触动那是假的。洗漱完，为了孩子吃完奶，这才闲下有空吃饭。瞧着油光铮亮的煎肉块，就一阵肉疼。他这人怎么这么败家？谁家不过年会这么舍得吃油？肉都被油浸透了。他爸没犯事的时候，在城里也没见谁家这么吃。按这个败家法，迟早要把家吃垮。宋婉清啃了小半块粗粮，吃了2口鸡蛋，肉一口也没舍得动，想着等那人回来吃。他饭量大，这几天又从早忙到晚，上山挖石斛，应该补补。晌午时分，王栓柱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子来到了家里。老四媳妇，这是城里下乡的知青李甜甜，往后就住你家了，你跟老四说说，给她安排个房间。宋婉清一时间有些茫然，突然给家里安排了这么个年轻女人，就这么巴掌大的3间小土坯房，一间自己住，堂屋吃饭用的，另外一间放着杂物，哪里有给她住的地儿？村长，他人不在家，我做不了主。王栓柱笑得一脸褶子，冲着宋婉清摆了摆手，不理会他的话，冲着身边知青交代了几句，转身就离开了。要不是看在赵振国送自己那块肉的份上，怎么可能往他家送个黄花大姑娘？这批下来的知青笼统加起来20几个人，大部分都是年轻小伙子，就这么一个水灵的小姑娘，就让自己给安排在了这里。他小2口住，送来一个小姑娘过来住，好过一个小伙子。毕竟晚上办事，小姑娘比小伙子方便多了，没啥好忌讳的，更不担心年轻漂亮的媳妇被人惦记。被撇下的李甜甜拎着2个帆布包，目光环视着破旧的3间瓦房，很难想象接下来的日子过得要比其他下乡的知青都要艰苦。红梅被分配的那家，家里条件看上去很不错，那家是对中年夫妻，还有3个孩子，都穿着光鲜。来的路上听他们说自己分配的这家男人不是个好东西，喝酒赌博
博，还打老婆，家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没过来之前还觉得对方说的有些夸张，可现在来看，对方绝对没夸张，只是面前的女主人穿着破旧不合身的衣服，长得倒是颇为水嫩漂亮，五官精致的不像话，压根不像是农村人。宋婉清注意到对方正在用审视的目光从上到下在打量自己，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打着补丁的衣服，脚上破旧的布鞋，再看光鲜亮丽的对方，穿着时髦的地雀凉裙子，白袜子配搭着小皮鞋，忽略掉对方审视的目光，冲他说道：“你先坐吧，那屋子全是杂物，要等我家里那口子回来才能帮你腾地方。”转身回了屋子，从里面拿出暖水瓶，给他倒了杯水。李甜甜有些拘束的点了点头，在院子内的板凳上坐了下来，勉强冲宋婉清挤出一个微笑，心中暗暗希望要想尽办法尽快拿到回城工作的通知。这个破地方一天都待不下去，尤其还是在这种有个无赖地痞的家里，往后必须得小心着点，免得被这家的地痞无赖占了便宜。宋婉清本来打算中午随便对付一口，现在新来了个知青，没办法，只能挽起袖子做起了饭。李甜甜想到接下来都要住在这里，不可能白吃白住，洗了手进厨房就要帮忙。嫂子，要不我来烧火吧？看着破旧的厨房收拾得异常干净整洁，房梁上还挂着一大块肉，有些错愕，不是说这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怎么还吃得上肉，还这么大块？低头正在和面的宋婉清冲着走进来的李甜甜道：“不用麻烦你了，如果可以帮我在院里看着孩子就行了。”听到宋婉清这么说，李甜甜点点头就走了出来，来到小床前，看着躺在上面白净瓷娃娃般漂亮的孩子，模样十分讨人喜欢，就是太瘦了点。她弯腰逗着孩子，纳闷这个女主人看起来跟自己差不多大，长得又出奇的白净漂亮，怎么会这么早就嫁了人，连孩子都有了？最重要的是，以她相貌，绝不至于嫁个这么不堪的男人，还是个地痞无赖，难道是被无赖强迫后没办法才嫁给他的？想到这里，李甜甜一阵头皮发麻，越想越害怕，更加不想在这个家里住下，思索着要不要去村长家里请他帮忙帮自己换一户人家，再穷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对方家男主人本性良善。厨房忙碌着做饭的宋婉清不知道外面的知青心里上演了斗争大戏，在他心不在焉时，宋婉清做了一碗面条端着走了出来：“女同志，先吃饭吧。”李甜甜回过神来，看着桌上海碗里飘着油花的面条，愣了：“我叫李甜甜，木子李，嫂子你以后你可以叫我甜甜就行了。”宋婉清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打心底里，她不想家里再多这么一个人，房子空间太小，压根没有什么私密空间可言。思索着等赵振国回来了，让他找村长说说。下午快3点的时候，拖拉机腾腾的进了村，在赵振国的指引下，来到了自家门口。在院子里剥玉米的宋婉清听到声响，放下手上的事情，起身来到门口，刚好瞧见赵振国从车上迈腿跳了下来，纳闷他怎么会坐着拖拉机回来。还没等他开口道出心中疑惑，就听拖拉机的车主问道：“小伙子，这么些东西你家放得下吗？”说话间，已经从前面来到车后面，站在上面，吃力的把冰箱一点点挪到边沿。赵振国上前就把冰箱从上面扛了下来，冲着拖拉机师傅扬起笑容说道：“以后多的是地方。”站在一旁的宋婉清被眼前的阵仗吓到了，愣在原地问：“这都是你买的？”声音中透着难以置信，这么些东西还加上一个冰箱，这得花多少钱？赵振国见媳妇白净漂亮的脸上呆滞的目光，迈步上前摸了摸她白嫩脸颊，知道她这是在心疼钱，可这些小钱压根不算什么，只想老婆往后跟着自己吃好的穿好的，他不想她再受一丁点苦，自己上辈子享受过的要让老婆全部来一套。再说冰箱真的是需要，有了冰箱空间就能腾出来了。赵振国凑到宋婉清耳侧，压低音量小声说：“等会儿再跟你解释，你先站一旁等着，别碰到你，我先把东西卸下来。”听到他的话，宋婉清机械地挪到一旁，看着从上面卸下来的一件件物品，愣是堆成了一个小山。他心中懊悔，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抱着孩子跟着他一起进城的，这得花多少钱啊？他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光是这台冰箱他又哪来的票？一般家庭谁用得起？光是电费都不得了，真败家呀。这会儿站在一旁角落的李甜甜怀里抱着小婴儿，目光直勾勾看着身材高大挺拔肩宽腿长的年轻男人，他就是这家的地痞，村民口中的懒汉。想过他丑陋粗鄙不堪，怎么也没想过会是这么一个五官深邃立体相貌英朗英俊的男人。长这么大他还极少看到过品相这么好的男人，看得他心扑通扑通一阵乱跳。李甜甜总算是明白，宋婉清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怎么会早早嫁到这么一个一贫如洗的家里。感情这男人浓眉大眼，长得这么英俊好看，比电影里的明星都好看。卸完东西后，赵振国从口袋里掏出5块钱递给了拖拉机师傅，冲他道了谢。拖拉机师傅拿到钱也是爽快的收了起来，挥手开着拖拉机离开了。赵振国又开始往院子里搬东西，期间阻止了要帮忙的媳妇，让他坐在那里歇着，压根没发现家里还多了个陌生女人。闻到风声的赵振兴赶了过来，看到自己兄弟门口堆了那么大堆东西，都给震惊了。这懒汉哪来这么多钱购置这么些东西？他那个一贫如洗的家里压根没什么东西可给他卖的，除非是卖了孩子。想到这里，赵振兴不禁加快脚步来到门口，瞧见女知青怀里抱着的小侄女，这才松了口气。